是美国一家公司的保安面试现场。Good. You got that out of the way. 杰克以近乎疯狂的表现震慑了在场所有人，连见多识广的老板都被他不要命的作风吓了一跳。但正是这种极端行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杰克曾经兵王的身份。Welcome to the team, Richard. 随后，保安队长给杰克安排了住处，并冷声警告他，没有得到允许之前，绝不能擅自外出。等队长离开后，杰克立刻开始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确认这里有没有监控摄像头和窃听设备。确定房间暂时安全后，他才从鞋底里取出一部早已藏好的手机。I'm in. 原来这位老板表面上是普通商人，实际上却是西部地区最大的毒枭。联邦特工因此找到了退役后的杰克，希望他能卧底潜入毒枭身边，搜集对方贩毒的关键证据。为此，他们提前设计了一场绑架戏码。就在毒枭儿子放学回家的路上，一名特工伪装成绑匪，开着皮卡车突然出手，劫持了毒枭的儿子。No. 为了让随行保镖彻底失去反抗能力，对方还补了一枚震爆弹。也就在这时，轮到热心路人杰克登场。看到绑架现场后，他立刻装作见义勇为，直接冲上去阻止绑匪。眼看绑匪被杰克击毙，理查德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杰克随即表示要先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为了让理查德彻底信任自己，杰克甚至又假装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当然，这些都是事先就已经排练好的。Shot a cop. I didn't know. I thought he was pulling a gun. We gotta go. Now. 杰克把车开到距离事发地点不远的地方，随后放下理查德，让他自己打车回家。这招欲擒故纵果然起了作用。理查德因为受到惊吓，主动提出让杰克护送自己回去，并表示他父亲一定会给杰克一大笔钱。杰克见时机成熟，便顺势装出一副勉强答应的样子。随后，理查德带着杰克来到一座海边庄园。而负责守门的是一个体型极其夸张的大块头，整个人比杰克还要壮上一圈。想要进入庄园，就必须先经过他的搜身检查，只有确认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才允许进去，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架在门口的重机枪。来到毒枭的办公室后，生性谨慎的毒枭为了确认杰克不是警方派来的卧底，先让他留下指纹，随后又安排保安队长杜克全程盯着他。If I go in to hit the head, you gonna hold it for me? If I want to. 杰克来到理查德的房间，才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也很可怜。4岁时失去了母亲，5年前还曾遭遇绑架，绑匪甚至割下他一只耳朵寄给了他的父亲。就在这时，身份调查结果也出来了，杰克的背景被查得清清楚楚。随后他被带到一间仓库，看着架势明显来者不善。 We ran your prints. That was fast. Must have some serious connections. Your record. It's impressive. West Point graduate. 2 silver stars.Purple Heart 毒枭觉得杰克是个可用之人，便提出让他替自己做事，每月1万美金。不过在正式加入之前，他必须先通过一道考验，那就是玩俄罗斯轮盘赌。只要能活下来，杰克就算过关。于是便有了视频开头那一幕。其实杰克扣下一次扳机后，就已经通过了贝克的测试。可没想到，他像疯了一样，眼睛都不眨，连续扣动扳机，直接把旁边的杜克和保利都看愣了。最后贝克都有些慌了，生怕杰克真把自己打死了。顺利混进毒贩内部后，杰克一回到房间，便立刻给苏珊打去电话，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苏珊告诉他，之前还有一名女卧底也成功打入了这个组织，但就在1个星期前突然失去联系，很可能已经暴露身份，被他们秘密关了起来。苏珊要求杰克尽快找到他。凌晨3点，杰克趁所有人熟睡，悄悄从窗户翻了出去。他一路摸到仓库附近，很快找到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进入地下室后，杰克并没有看到那名女卧底的身影，不过他发现这里明显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并且在床底找到了一只手镯，这说明女卧底确实曾被关在这里。好在现场没有血迹，也没有明显挣扎的痕迹，至少可以判断她大概率还活着。就在杰克返回房间的路上，他突然看到有人开车进入庄园，通过暗中偷听，他得知对方是贝克找来调查儿子绑架案的人。此时那人提出想让现场目击者杰克一起过去配合调查，杜克答应后立刻转身准备去杰克房间叫人，所以杰克必须赶在杜克之前回到房里。 Wait here.
眼看杜克已经上了楼，而杰克还没回到房间。Flattered, but no thanks. 情况一度十分危险，好在最后关头杰克及时翻回房间，这才成功骗过了杜克。原来贝克已经找到了那辆撞击他儿子的皮卡车，想通过车牌查出到底是谁要绑架理查德。杰克趁着换衣服的空隙，立刻给苏珊打去电话。I got my first job. One of Beck's guys is taking me to ID the Toyota pickup. Beck thinks a real grenade went off inside. The interior should be covered with blood and brain matter. They see a pristine car, the whole kidnapping story falls apart. Fuck! Okay, I'm gonna head out there and get the Audi off the lot before you show up, but you gotta buy me time. I'll do what I can, but you better move your ass. We're leaving now. 车上，卷毛男一脸得意地炫耀说自己在政府部门有不少关系，杰克的指纹资料就是贝克让他查出来的。可也正是在他的只言片语中，杰克意外听到了一个关键消息：贝克并不是最终老板，在他背后还藏着一个真正掌控全局的大人物。也就是说，杰克到现在都还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替谁卖命。另一边，苏珊赶到停车场，找到了那辆被撞坏的奥迪车。这辆车绝不能让卷毛男看见，否则整场戏都会穿帮。因为当初演绑架戏时，他们曾往车里扔过一枚手雷。毒枭儿子理查德一直以为司机被当场炸死，所以车里理应留下血迹和爆炸痕迹。可事实上，那只是一枚空包弹，司机也只是被撞晕过去，如今正被苏珊关在一间木屋里。杰克为了拖时间，故意在服务区买咖啡，只是他这一动不动的姿势，把店老板都搞得一脸蒙圈。听到背后卷毛小哥进来了，杰克才动了起来。The fuck you doing, man? I gotta go. Just getting a coffee. Coffee. So you just made me stop because you said you had to piss like a racehorse, and now you're just getting a large coffee? I was thirsty. What? You got me one? No. 而苏珊这边却遇到了麻烦，奥迪车被一辆车给挡住，无法挪动。苏珊使出浑身力气也无法推动这辆车子。而此时在外面放风的警察看到杰克他们已经到了，他及时通知了苏珊。卷毛为了进去停车场，准备拿$500贿赂看守员，没想到看守员不为所动，于是卷毛就准备掏枪将他解决掉，结果却被杰克及时挡断。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that for? I already killed one cop this week. Staying with Beck was supposed to make my life easier, not harder. 随后两人顺利来到证据库，杰克一眼便看到了未被挪走的奥迪车。为了不被卷毛发现，于是他只好急忙催促卷毛办事，然后好赶紧离开。然而事与愿违，卷毛在拍摄完皮卡车牌照后，意外认出了自家公司的奥迪。Hold up. That's our Audi right there. 正如杰克所料，卷毛很快发现了蹊跷。Is that a bodyguard up in here? That's what I saw. Cleaner than my fucking car. 就在他喃喃自语时，杰克注意到底下苏珊的手。Doesn't make any sense. These are our main plates. Delaware. This ain't even one of our fleet. Crazy. It's the same exact make and model, even all fucked up on the side. It's like that car hit this car. It's not that crazy. There's probably a couple 100,000 of these on the road. Beck's car's probably in some temperature-controlled lot to preserve DNA evidence. 这番说辞成功打消了卷毛的疑虑。回到庄园时，天已微亮，彻夜未眠的杰克现在只想赶紧上床休息。可谁想到他刚刚闭上眼睛，贝克就突然推门进来，催促他起来工作。What are you doing? Trying to sleep. There's work to do. We'll talk to Duke. 随后杰克就被带到了贝克公司的仓库，接到了一个送货任务。根据要求，他必须在6小时内将卡车安全送达至指定地点。
杜克还告诉他，车上装有 GPS， 会实时监控他的行踪，还提醒他千万不要想着在路上停下来偷懒，更不要试图偷偷打开后车厢。杰克心里很清楚，这必定是贝克设下的考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车开到了约定的地点，而接货的每个人腰间都别着明晃晃的手枪，阴鸷的眼神和紧绷的气氛无不昭示着这群人的危险。Rugs. We work for a rug company. What'd you think was in there? Nicky's. Get your ass in that truck, get back to the warehouse. 暮色渐沉时，杰克终于把车重新开回了公司的仓库。可就在他推开办公室大门时，竟然发现卷毛竟然一直等在里面。原来这时候的卷毛已经察觉到杰克身上有问题，随后他开始仔细复盘昨晚发生的一切。杰克先是在半路故意买咖啡拖延时间，之后又出手保护那名值班警察，再加上那辆出现得过于巧合的奥迪车。想到这里，卷毛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But a cop. You already knew I was an MP. I mean, you working with them. You know what? Why don't we ask Luke what he thinks of what I just want to... 既然卧底身份已经暴露，那他这条命也就没有继续留下去的必要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聪明，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死路。而此时，杜克也已经赶到仓库门口，准备接杰克返回庄园。见杰克迟迟没有出来，杜克便不停按响喇叭，刺耳的鸣笛一声声传来。杰克没有办法，只能先在原地把尸体藏了起来。处理完这具尸体后，杰克立刻起身，快步离开了现场。此时在外面等了许久的杜克已经彻底没了耐心，正准备进去找人，却刚好在入口处和杰克撞了个正着。好在杜克没有继续往里走，否则杰克就暴露了。作为黑老大贝克的二把手，杜克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杰克，所以杰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除掉这个最大的隐患。这时杜克突然提到，卷毛已经给贝克发过信息，说自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听到这句话，杰克心里顿时一沉，难道卷毛已经告诉贝克自己是警方卧底了吗？1个小时后，杰克被带到了黑老大面前，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好在卷毛还没来得及向贝克揭穿他是卧底，只是告诉贝克，几天前绑匪开的那辆丰田皮卡属于他们的一名客户。贝克听完瞬间暴怒，发誓一定要替儿子把这口恶气讨回来。而杰克眼下最紧要的事，就是尽快回到仓库，把卷毛的尸体处理干净，免得被其他人发现。夜深人静后，杰克悄悄从窗户翻了出去。为了避开庄园里的监控，他绕到后方的海边，准备从这里游到另一侧。没过多久，正在庄园附近接应的苏珊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朝自己走来。警惕的他仔细一看，才发现来人正是杰克。看到浑身肌肉的杰克，苏珊一时间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随后两人赶到仓库，杰克将藏在桌底的卷毛尸体拖了出来。这时，苏珊还利用卷毛的指纹解锁了他的电脑，并用卷毛的邮箱给贝克发了一封邮件，声称已经查到了绑架他儿子的人。其实这正是杰克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把杜克骗过去，再趁机除掉他。临走之前，杰克和苏珊把卷毛塞进一辆废弃集装箱里的汽车后备箱，这个位置极难被人发现。可就在两人清理地上血迹时，2名货车司机突然过来找卷毛。他们刚一进门，就看到了地上还没处理干净的痕迹。苏珊被光头死死掐住脖子，眼看就要喘不过气。好在关键时刻，杰克及时出手。这样一来，卷毛也不算孤单了，集装箱里又多了2个人陪他。第二天一早，因为少了2个司机，货物无法按时运走，贝克一句弄不好所有人都要掉脑袋，立刻引起了杰克的注意。他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把贝克吓成这样。于是杰克打算混进司机队伍，借机看看贝克背后那位神秘大佬到底是谁。可贝克并没有同意，而是安排杰克陪儿子理查德出去购物。出门时，杰克还故意戏弄了一下大块头保利。You shouldn't keep messing with Paulie. Bad move, the guy's a psycho. If he's such a psycho, why does your dad let him live at his house? He doesn't. Julius McCabe does. Who's Julius McCabe?
Dad's boss? 原来贝克背后的那个人叫麦凯比，是个极其凶残的狠角色。直到这时，杰克才终于明白贝克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人头落地了。当杰克试探性地问起理查德，他父亲和麦凯比到底在做什么生意时，理查德明显有些犹豫，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根本不敢说。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理查德彻底对杰克放下了防备。理查德给父亲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正准备上车时，却撞见了几个平时经常欺负他的校霸。对方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袋子，直接扔到地上踩坏。眼看校霸还想继续动手，杰克正好赶了回来。Who the hell are you? So if you're smart, you'll get out of here before I hurt you. Next time you see Richard, walk the other way. 理查德第一次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也因此对杰克更加崇拜。于是之后闲聊时，他终于说出了许多杰克之前不知道的内幕。原来看门的大块头保利和保安队长杜克其实都不是他父亲的人，而是麦凯比安插在贝克身边，用来监视他们的眼线。理查德还说，他父亲最开始只是个正经商人，后来麦凯比看中了贝克手里的销售渠道，想利用这些渠道进行非法交易，便绑架了理查德。而理查德被割掉的那只耳朵，正是大块头保利亲手干的。当杰克和理查德回到庄园时，贝克突然叫住了杰克，说已经查到前几天绑架理查德那伙人的藏身地址，现在就要出发去解决他们。其实这一切正是杰克和苏珊提前设下的局，目的就是借这个机会除掉杜克，好让杰克顺势顶上他的位置。赶去的路上，贝克提起了今天理查德被校霸欺负的事，没想到杜克竟然当着贝克的面直接骂理查德是个软蛋，还说这种人就该被教训几次才能真正变得硬气。杰克听到这里，心里也彻底明白理查德之前说的并没有半句假话。不过对杜克来说，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他们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山路旁，随后从后备箱里取出武器。 I want every last one of them dead. Send a message. No one fucks with my son. No one fucks with McCabe's business. Let's go, asshole. 两人来到一处木屋外，杰克先观察了一下屋内情况，故意对杜克说里面有6个人，但是都睡着了。 Plenty of weapons, but none within reach. I'll lead through the door. You have my 6. Nice try. Once I get the bearings, it's always the second guy who gets hit. I go first, you tail. 殊不知，这正是杰克的激将法，他要让杜克先一步进屋，这样才有机会把他除掉。 Finger off the trigger. Aim me the rifle with your left hand by the barrel, butt down, muzzle up. Turn to your left. What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Getting the drop on some kind of asshole. Now tell me where Teresa Daniel is. You're a fed. You know I couldn't trust you. The worst you can do is arrest me, so I'm not saying shit. You played your last card, dumbass. 为了制造双方交火的假象，杰克举枪朝屋内胡乱扫射。站在远处路边的贝克听到枪声，还真以为里面爆发了激烈枪战。随后，杰克又拿出卷毛的手枪，对着现场连开数枪。打空子弹后，他还不忘用枪托砸伤自己的额头，否则很容易引起贝克怀疑。离开之前，杰克又在屋内制造爆炸，将现场彻底毁掉，避免留下任何破绽。跑回路边后，杰克催促贝克赶紧上车，表示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车上，杰克编造说他们遭到了8个人埋伏，杜克在混战中被乱枪打死。 One of them did drop this. This is Angel's gun. I gave it to him. 随后，他把卷毛的手枪交给贝克，而贝克转手又把这把枪送给了杰克。这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杰克正式取代杜克，成了贝克身边的贴身保镖。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也许从杰克亲手处理掉卷毛，又一步步设计除掉杜克开始，他就已经不再只是潜伏在毒枭身边的卧底，而是在这张黑暗权力网中真正学会了以毒攻毒。贝克看似是庄园的主人，实则早已被麦凯比和手下的眼线牢牢控制，就连自己的儿子也成了别人用来威胁他的筹码。杰克越深入其中，越能看清这场罪恶交易背后的残酷。这里没有忠诚，只有监视；没有亲情，只有利用；没有退路，只有不断往上爬，才能接近真正的幕后黑手。当他取代杜克站到贝克身边，也意味着这场卧底行动终于进入了最危险的核心，真正的猎杀才刚刚开始。